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，终于来到这一天了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新的 iPhone 14 Pro 上市的这一天哦。手上呢，我也拿到最新的 iPhone 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一起来开箱吧。其实我过去2代呢，12跟13都是买 Pro Max， 那今年呢，因为没有抢到，所以我是买了 Pro 这样子，然后拿起来是蛮有新鲜感的，因为之前手机真的超大一只的。那其实拿了这几个小时下来呢，我觉得它的大小跟重量其实算是还蛮刚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一次这个紫色呢，大家都已经看到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，而且怎么讲，很精致的一个紫色哦。因为它在亮光下呢，它的颜色其实是浅的浅紫，光源比较差的时候呢，它又会变成一个深暗紫哦，是偏灰的一个非常深的紫，所以说它其实是会变色的哦，非常的好看。那这一代14 Pro 呢，跟上一代13 Pro 比起来，其实外形呢根本就是差不多，它的大小跟重量、长宽呢可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。它前面的萤幕呢其实是有稍微一点点的变大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很仔细看的话，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出差别。那在背面的地方呢，其实这一次非常明显，它的镜头变得非常大一个，它的模组变大了，它已经超过了这个中线，有没有？非常的一个巨大。还有它镜头的厚度这一次也明显的加厚了哦，因为这次相机有升级。那等一下相机的部分我会再多加介绍。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外形的部分哦。那这一代的 Pro 系列呢，其实跟过去的外形设计的语言是差不多的，它的背面都是这种雾面的玻璃，然后边框都是这种不锈钢，摸起来非常的有质感。就跟我前几部影片里面有讲到的一样，他们 Pro 系列的设计永远都是想要抓那些高阶的商务客，所以一定要跟基本款的14切开来。那这一次呢，在开机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看到它的大亮点，也就是它的动态岛哦。白话文其实是打孔萤幕啦，但是他们设计了一个软体来套用到这个打孔萤幕上面，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有趣。那这个动态岛主要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像你今天打开一些 App， 像是导航啊、听音乐啊，或者是语音备忘录、计时器等等，那这些 App 其实就是正在运行当中嘛。那你进到其他画面，像是主画面啊，或是打开其他 App 的时候，它在上面就会用一个比较简约的方式显示说它其实还有在运行。还有这个动态岛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功能，就是当你 AirDrop 的时候，它可以显示它接收的进度。就是之前我们在接收 AirDrop 的时候，不是都不能看到现在进度是多少嘛？就是只有接收完毕的时候，它才会跳出来那个相簿嘛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可以在动态岛上面看到你接收的进度了，是不是非常赞？那刚才有讲到说，动态岛它其实是可以显示正在运行的 App， 那你长按它之后呢，可以进一步的快速动作。音乐的话呢，就是暂停音乐啊，或是下一首等等。那计时器呢，就是可以暂停计时或是结束计时。导航的部分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下一个路线指示。不知道大家第一眼看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啦，但是好不好用可能要过一阵子。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还蛮方便的。而且接下来呢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 App， 像是第三方的 App 会支援这个功能。不过呢，这个动态岛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它原本来的理由就是它取代了我们原本的刘海嘛？那它体积呢，实际看起来也的确是比原本的刘海还要小。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也可以说是缺点呢，就是它其实是比刘海还要在更下面、更靠近我们的视觉中心的。那这会影响到什么呢？其实影响到非常大哦。例如说，我们今天在玩游戏啊、看影片，那被截掉的地方呢，其实会比原本多一点点。例如说，我今天拿到 iPhone 14 Pro 之后呢，我就立刻打开一款游戏叫《传说对决》，然后看到里面呢，它这款游戏其实还没有针对这个动态岛进行优化，所以它里面的界面像是商店啊，或是旁边的按钮都会被它挡到。所以如果你本人有在玩游戏，然后又想要买14 Pro 的话呢，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到14 Pro 系列另外一个大亮点就是随显萤幕。那这个随显萤幕呢，我自己玩过之后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有在用心设计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有重新定义随显萤幕。因为之前我们看过随显萤幕，它都是例如说全黑，然后上面只有时间嘛。但是他们这一次的随显萤幕呢，它就是可以显示你原本的桌布，或者是你今天在用什么 App， 然后你关萤幕的话呢，它其实是会用一个比较深的颜色，而不是完全的黑掉，然后你还是看得到你原本的画面这样子。那这些 App 呢，现在比较多是它里面原生的 App， 像是语音备忘录啊，或是导航等等的。你锁定画面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进到这个随显萤幕的模式。但虽然说它是暗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在动的。然后呢，你点一下它就又会变亮，然后让你好像从来没有关过萤幕一样，非常的滑顺自然。还有呢，我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，就是它会侦测附近有没有人。就是例如说我今天离手机很远，然后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它会自动侦测到附近有人，它就亮起来。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还蛮
蛮神奇的，就是它好像活着的感觉。还有呢，就是这次 iOS 16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锁定画面全新设定的界面嘛，我觉得它跟随显萤幕真的搭配得非常的好，尤其是那些原厂的桌布，像地球啊或者是鱼的桌布啊，它们都是会动的哦。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说动态桌布还有没有的，但是现在呢就是只限于那些原厂桌布可以使用，但是非常的精美，因为它的动画是有多段式的。你今天锁定画面呢是一个动画，然后让它亮起来又是一个动画，然后解锁又是一个动画，我觉得还蛮细腻的，就连 emoji 的桌布都会动哦，大家可以试看看。所以蛮可惜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用自己的图片呢，它是不会动的。那如果大家对锁定萤幕的设定有兴趣的话呢，其实我做一部教学，大家可以按左上角这边。好，那在我们进到下一个部分，也就是相机的重头戏之前呢，让我们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 UAG。新的 iPhone 开箱完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装上保护壳咯。那过去整年呢，我常常被问到影片当中用到的白色壳是哪一款？那这款呢其实是 UAG U 系列 Dot 细胶款。这款手机壳呢今年还加入了 MagSafe 磁圈，使用上呢不管是充电或是装支架都会更方便。另外呢，我离不开这个细胶款的理由呢，就是它的手感真的太好了。这个材质呢其实是不容易沾灰尘的细胶，那这个细胶款呢经过我严峻的考验后还是没有变色，所以我还蛮惊讶的。那 U 系列的手机壳呢也都承袭了 UAG 一贯高保护力的特色，通过美国军规防摔冲击认证，镜头跟萤幕边框呢也都有加高。那今年的 Dot 细胶系列的颜色呢有黑色、蓝色、白色，还有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看的新色紫色。另外呢，专门走简约时尚设计的 U 系列呢今年也更新了 Lucent 10色系列，背面也有 MagSafe 磁圈，颜色跟壳本身搭配的非常的好。那蓝色跟紫色的壳都非常的好看，另外还有黑白色基本色可以选择。10色款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双吊绳孔设计，像长挂绳啊、短吊绳或是吊饰都没有问题的哦。当然了，军规防摔跟边框加高是一定要的啦。那除了较为中性跟简约的 U 系列呢，今年 UAG 在 iPhone 14产品线中，不少经典款呢都额外加入了 MagSafe 的选项可以选择。在9种风格系列当中呢，多达30款支援 MagSafe 的款式。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 UAG 经典外形呢，利用了全新的6边角设计，将 MagSafe 的磁圈完美的融入进来。尤其如果你看不习惯放大镜版的 MagSafe 壳的话呢，这个设计算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。还有呢，今年在不同系列当中也加入了沙色啊、大地色等新色。在顶级系列的部分呢，今年还是有询问度很高的特仕款，加入了杜邦 Kevlar 防弹纤维材质打造，底部呢增加了双吊绳孔，可以搭配长短挂绳。那如果你不需要 MagSafe 或是怀念之前的设计外形的话呢，另外还有不支援 MagSafe 的款式可以挑选哦。再来呢，今年 UAG 的10色款 Pathfinder 的 MagSafe 版也加入了活泼的特别色。那大家呢，如果对 UAG 的手机壳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会在资讯栏放上产品连结，可以去参考一下哟。好，那14 Pro 呢，我们现在讲到它的电量哦，电量其实还蛮重要的，尤其是 Pro 的机型呢，其实不如 Pro Max 它的续航力那么的长。那这一次呢，据苹果他们宣称呢，它的电量是有比上一代好一点点。不过这部分呢，其实我觉得是要做一个长期的测评的，而且这一代呢多了随显萤幕，所以势必是会影响到这个电量。另外呢，还有像是打游戏发热的情况呢，这个部分我应该还会再做一个长期的测评影片哦。好，那下一个部分我们进到14 Pro 的相机，那这次相机呢也算是蛮大的一个升级哦，尤其是它的主镜头呢从1200万画素升级到了4800万的画素哦。不过第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一次呢，它的相机色调变得不一样哦，我觉得是变得更讨喜啦。那其实过去几代的相机呢，一直有人跟我讲说拍起来就是不好看。那有一部分原因呢是他把人拍得太真实了，然后有一部分呢就是它的调色可能真的也是很写实吧，所以拍起来就没有其他牌看起来那么好看这样子。那这一次呢，在人的肤色的部分，它变得更蓝，然后更红，至少在室内的光源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像13 Pro 的部分呢，人像的部分它的肤色是会比较黄的，所以像比起来呢，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肤色偏蓝，然后红一点，就是红润的感觉。但是它拍起来依然是非常的真实，就是毛细孔什么还是看得非常清楚，这部分就无解啦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在考虑换机的女生呢，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14跟14 Pro 系列，因为它们调色其实是差不多的啦。那看起来呢，就是比前几代还要讨喜。还有就是这一次的前置镜头呢，它也新增了自动对焦，所以自拍起来会更方便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就是要讲到我们的主镜头，这次升级4800万画素哦。那它感光元件也是有升级的，不过呢，要使用到这个4800万画素呢，其实是有几个要
件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打开 Apple Pro RAW 这个设定，要到设定里面的格式里面呢去选择这个 Apple Pro RAW。那这个选项呢其实是一个档案格式啦。不过这个4800万画素的设定呢，其实在低光源的时候还是会自动跳到1200万画素所以这个部分是要注意一下的。而且它的档案呢其实会特大，大概是一般档案的大概40-50倍大哦。当然你这个4800打开之后，你的细节是会抓到非常多的，但是平常我们在手机看似乎也是不会看到那么的细节，所以就是看你需不需要这个部分。一般人我觉得是用不太到的啦。那另外一个会用到这个主镜头4800万画素的要件呢，就是今年14 Pro 也新增了2倍望远镜的这个功能。那要怎么用到这个2倍望远镜呢？就是在相机的缩放的地方，你会看到有一个2倍。那这个2倍呢，其实就是用主镜头的4800万画素呢，它截了1/4，也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呢，就是2倍的望远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就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其实你用平常的模式呢，是不会启动这个4800万画素的。它在录影的部分呢，这是新增了一个动作模式哦。这是什么呢？它其实是一个拍影片增加稳定度的功能。大家其实是透过裁切的方式来增加你的稳定度。就是原本你的主镜头可能是那么大，但是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，你的画面就变小了，就等于是你牺牲了一些画面呢，来补足你的手持稳定度。就是你今天要追狗狗啊、追小孩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，还蛮实用的啦。当然你的画面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广、那么大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新功能呢，就是这一次呢 iPhone 14系列它的电影机又多了 4K 可以选择哦。我觉得它的画面精细度好非常的多，因为过去我们在13上面使用电影机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细致，然后它后面景深的感觉也不是那么自然。但是这一代上面电影机我觉得好很多但是在14 Pro 上面要注意一下它的电量，因为拍 4K 其实最耗的就是记忆体跟电量，所以如果你是有在考虑要用 Pro 来拍 4K 电影机或是影片的话呢，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过滤一下电量的部分。而且它 4K 呢还可以选24 frame、30 frame 跟60 frame， 还蛮不错的。那再来我们进到下一颗镜头，也就是超广角。那这次超广角呢，它的光圈虽然变小，可是因为它的底变大嘛，就是感光元件变大，但是实际用起来呢，其实感觉差距没有到非常的大，但是颗粒感有明显的变少。进步感的话，我觉得是有小小的进步吧。那相机整体这样子用起来，其实我觉得跟上一代的进步没有到说非常非常大的差距，就是多了几个东西可以玩，还不错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是从例如说12跟12以前的机型升上来的话，我觉得会还蛮有感的。那这次整体的14 Pro 呢，我觉得它的表现真的蛮让我惊讶的，尤其实际上使用到这个动态岛还有随显萤幕之后，我觉得真的好滑顺哦，就是跟以前真的差蛮多的。因为我觉得随显萤幕是一个我们平常日常一定会用到的一个功能。另外呢，像是动态岛，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喜欢今年这个设计，但是我觉得见仁见智啊。我自己是觉得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，可能要用一阵子才会比较有感。因为其实过去的刘海其实我看的也蛮习惯的，可能看一阵子这个动态岛我也会习惯吧。而且这个设计可能会跟着我们4-5年哦。但这部分要比较注意的就是有一些 App 可能还没有去优化，就是对动态岛进行优化，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。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称赞就是它相机的颜色，这是真的改的我比较喜欢。因为过去一直自拍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丑啊，可是这一次拍起来肤色是比较好看的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很快的拿到13 Pro 紫色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眼的感觉。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这个紫色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因为我现在还在犹豫说我要不要留下这个紫色，还是说我要换成银色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快速开箱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喜欢这部影片吗？记得要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